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0年6月12日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有人把它称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黑色星期五，也有人断言 AI 全球博弈的序幕从这一天正式拉开。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一个技术话题，而是一个经济金融话题，是一个地缘政治话题，是一个深层终结全球化的话题。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到了一个叫做 Anthropic 的世界顶级 AI 公司，为方便中文观众记忆，我把那个公司简称为安公司。在那期节目中，我提到了安公司发文恳请全球一起放缓 AI 的研发，因为他们看到如果放任目前 AI 技术的惊人发展，大概率会把人类推上一条不归路。求什么来什么，只是来的时候和方式完全出乎安公司的意料。6月1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21分，安公司执行长阿莫代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正式官方信函。这封信援引美国国家安全援助法，对安公司下达了极为严苛的出口管制令，要求安公司必须立刻暂停所有外国人对安公司最新的2个 AI 模型的使用权限，无论这个外国人是身处美国境内还是境外。美国政府的这个限制令不仅封杀了美国的敌对国家，还涵盖了美国的盟友，甚至连安公司自己的大量非美国籍的研发工程师也被禁令排除在使用权以外。这项限制令的打击范围与执行难度是史无前例的。对 AI 模型的访问根本上都是通过程序实现的，每次时间极短，基本都在毫秒级别。因此，没有一家 AI 公司能对每个访问准确核实使用者的国际背景，但任何误判都可能导致公司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而面临天价罚款或刑事责任。因此，为确保合规，安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个玉石俱焚的决定。6月12日晚些时间，安公司对全球用户宣布，对所有客户立刻下线这2个新 AI 模型。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把出口管制对象从如半导体这样的实体硬件延伸到了如 AI 模型使用权这样的虚拟产品。安公司在对外公告中说，商务部的信中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国家安全威胁的证据，只是通过口头告知的形式说美国政府掌握了某种能够绕过新模型安全护栏的越狱技术。其实美国政府用什么理由来发出这个管制令并不重要，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模型发布后3天就迫不及待地做出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的真正原因就一个，这2个新模型展现的能力让所有使用过的人都会产生某种恐怖感，包括我本人。下面我们先拆解一下这2款新模型的背景。Fable 5和 Mythos 5这2个模型是安公司6月9日正式发布的。Fable 翻译成中文是预言的意思，而 Mythos 的意思是神话。名字中的5表示这个模型是安公司新的第5代模型。为了方便中文观众记忆，下面我们就把这2个模型叫做预言5和神话5模型。这2个模型本质上是同一个 AI 模型，神话5模型是基础，预言5模型是神话5的安全加强版。它俩的差别在于安全护栏上。神话5就像一个没有任何保险的瑞士军刀，什么都能干。比如在网络安全领域，它能在软件代码里找出别人几十年都没发现的漏洞。但反过来想，这种能力要是落到坏人手里，就可能形成网络安全隐患。而预言5模型就是给这个军刀装上了保险的模型。当你问网络安全、生物化学等高风险话题问题时，预言5模型会自动把自己的智力降低到第4代模型的水平来回答。而安公司6月9日真正对公众开放的只有预言5模型，没有安全护栏的神话5模型并没有全面开放。但是就是这个被弱智了的预言5模型一经发布，它在多个领域展现的能力也让众多网友感到恐怖。人们在网上分享了用这个新模型做出的大量惊人产品，
有人用一句指令就让这个模型开发出一个性能完整的游戏。在科学研究领域，实验人员用这类新模型和老一代模型分别对分子生物学的概念和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深刻的洞见。结果，在不知道是哪个模型生成的情况下，科学家在80%的情况下都选择新模型产生的洞见，认为它更有新颖的科研价值。企业支付巨头 Stripe 公司对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测试报告，声称预言5模型成功将他们长达数个月的一个软件工程任务压缩到了几天内就完成了。对于一个包含5000万行程序代码的资料库，预言5模型只花了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对整个程序代码库的系统性迁移工作，而这以前是一个资深工程师团队2个月以上的工作量。新模型对人类研发能力的加强和加速是史无前例的。我从模型发布的第2天开始使用这个模型，尽管使用前我已经看了很多有关它能力的神奇案例，我的第一次使用它的经历还是把我给震惊到了。我在自己家里部署了一些供我自己使用的服务器，并在那些服务器上运行一些我常用的软件服务。6月10日晚上，也就是安公司发布新模型的第2天，我从我的个人电脑连接到我的一个服务器上，并用那个服务器上运行的一个 AI 代理来帮我修改服务器上的一个程序。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从我个人电脑上没法稳定访问我正在调试的那个服务器上的程序了。10次连接2次能连通，8次连不通。我让2个 AI 代理分别从服务器和我个人电脑上查原因，都没找到。最后我决定在我服务器上试试安公司的预言5模型。结果预言5模型指挥 AI 代理一声不吭地运行了5分钟后，直接告诉我，你应该重新启动一下你家里的无线网络路由器。我照做后，居然一切恢复正常，这着实把我给惊到了。它只在我的服务器上运行，在没法看到我的个人电脑和网络设备的情况下，居然能把问题精准聚焦到服务器以外的无线网络路由器上。预言5模型后来给我解释了它整个分析和逻辑推理过程，它的解释中包含了大量无线网络传输的底层概念。它的解释虽然让我从技术上理解了它是怎么得出那些出人意料的结论的，但它整个推理过程中展现的庞大和深刻的知识体系，以及它严谨的细思合缝的整个持续推理和验证过程，都让我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在短短3天中，预言5模型展现出极高的效率、极高的推理逻辑连贯性。这样的能力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任何人或机构如果能够大量使用这个模型，那么这个人或机构的工作效率在众多领域都将进入一个超指数式爆炸性的轨道。但这还不是美国政府恐慌的主要原因。大量分析显示，真正触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敏感神经的是这类新模型在网络安全领域所展现的突破式的性能提高。根据安公司内部的风险检测小组提交的机密测试报告，神话5模型在利用公开的安全漏洞开放网络攻击任务上，达到了能够实质性的武器化一切网络漏洞的程度。而这类模型最让人恐怖的能力是它对时间的压缩。过去一个新的软件漏洞被公开披露后，即使是国家级的黑客组织也需要耗费数周的时间进行逆向工程，才能把漏洞转化为具备破坏力、可实际运作的攻击性程序。然而神话5模型将这个数周的过程压缩到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这种快速利用网络漏洞的攻击能力，足以击垮目前人类依赖的整个网络安全体系，彻底摧毁现代软件开发商所依赖的传统防御性的修补套路。目前网络安全防御高度依赖每月定期的软件更新周期、长达数周的分阶段推出策略，以及测试版与安全版之间的时间差等措施实施。用这些措施来保证整个社会的软件系统能够稳定运行。但在新模型面前，这种传统的网络安全防御节奏由于它的缓慢而变得不堪一击。
一个完全没有资深软件工程背景的，预算只有几千美元的个人，只要掌握了这类新模型，就能在1个下午的时间，将过去1个月内所有公开尚未被多数企业修补的软件漏洞完全武器化，并发动自动化的精准打击。这个打击对象可以是你的银行和投资材料，也可以是你公司的商业机密，甚至可能是美国军方的军事机密。更可怕的是，目前大量的中小型银行、地方医院、地方政府还在大量依赖老旧的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同时他们还缺乏有能力的网络安全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去面对利用这类新 AI 模型的网络攻击。我在此前的节目中就讲过，老的 AI 模型能力已经让现在的网络安全出现千疮百孔的局面。如果这种新模型能力被大量使用，甚至被美国的敌对国家获得，这类新 AI 模型可能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真的是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系统崩溃风险。网上很多人把这次美国商务部对安公司这类 AI 模型的出口限制简单解读成美国政府的一种报复行为。有关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2026年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抓捕行动，让美国战争部迫切需要把顶尖 AI 模型整合到美国军事系统与情报网络中。但是，美国战争部的这项扩张计划却和安公司的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因此，安公司拒绝授权美国军方将它的模型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对于安公司的这个态度，战争部祭出了报复性的制裁。2月底，美国战争部不仅终止了和安公司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更把这家顶尖 AI 公司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要求所有联邦机构与国防承包商全面禁用安公司的产品。安公司对战争部的这个决定非常生气，于是把战争部告上法庭。因此，有人把 AI 模型限制令看成是川普政府此前和安公司之间发生冲突，以至于对簿公堂的延续。在我看来，这个解读过分狭隘了。虽然我不完全同意美国商务部用一个管理令就在1个小时内禁止所有非美国公民使用这类新模型的这个具体做法，但基于我对这类新模型能力的理解，我认为美国政府对这类模型对美国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危险的担心是真实的。从2022年11月 ChatGPT 出现以来， AI 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的核心推动力。人类对 AI 的痴迷和投入进入了一个疯狂的状态。世界各个公司之间的竞争，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博弈，都在推动 AI 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人人都看到 AI 将全面改变人类社会，几乎所有有洞见的人都知道，人类迟早必须对 AI 的发展和应用施加某种形式的干预。但是在竞争中的公司和国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干预最合适，既不能太早，造成自己的干预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从而给对手赶超的机会，同时又不能太晚，晚到了 AI 的能力让人类社会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无法挽回。在我看来，这次美国商务部对安公司新模型的限制，是美国政府针对 AI 产业全局战略开始尝试性收网的关键一步。就在这个 AI 模型出口管制令下达的10天前，也就是6月2日，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份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重磅文件，叫做《促进先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安全行政命令》。那个行政命令的核心目的是把美国国家网络安全防御机制全面 AI 化，并从根本上确立2点：一，美国联邦政府对未来所有前沿模型的实质监管权；二，对这些新模型的优先使用权。川普的那个行政命令的核心战略布局可以归纳为3个重大方向：第一，定义哪些新模型需要政府事先审查和如何审查。行政令要求财政部、国家安全局与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必须在2026年8月1日前建立一套机密的 AI 模型测试流程。这套流程将专门被用来评估 AI 模型的能力，并设定一个 AI 模型的阈值，然后把
达到这个阈值的新模型定义为应该被监管的新模型。这个框架要求模型开发公司在向公众发布新模型30天前，必须先将模型提交给政府机构进行审查，并且自己设立一个专门的审查团，也叫红团，对模型的安全系统进行测试。那么第二，建立一个 AI 安全信息中心，因为 AI 发掘和利用网络和软件安全漏洞的速度惊人，美国政府指示相关部门与私人机构合作，建立一个相关安全信息交换中心，协调全球安全漏洞的发现和修补。显然，这是专门针对神话5这样的新模型能把公开的安全漏洞瞬间转化成攻击软件的能力所设立的国家级应对机制。第三，严打 AI 网络犯罪，推广防范性工具的使用。行政令明确指示司法部长必须动用联邦刑法，优先起诉利用 AI 破坏电脑系统的犯罪行为，特别针对那些利用 AI 代理窃取资料的行为。同时要求美国网安局发布强制性的网络运营安全指令，同时在联邦、州政府以及地方公用事业，包括农村医院、社区银行等，大量推广使用防御性的 AI 工具。在安公司对商务部限制令的官方回应中明确提到，在他们发布预言5模型前的几周里，安公司内部团队和美国政府及多家私营第三方机构通力合作，对预言5模型的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总计数千小时的红队测试。安公司声称，这些测试显示，预言5模型的安全防护措施比此前部署的任何模型都更有效。那么，安公司如此小心合规测试自己的新模型后，为何在发布3天后，还是遭到了商务部用出口管制为理由，对新模型实施了残酷的限制呢？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安公司被一个神秘的 AI 安全员背后捅刀了。有报道说，引发6月12日美国商务部对安公司新模型出口管制令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一份让美国政府极度不安的情报。情报显示，有一个开源网络安全研究社群，也有报道说是 Amazon 公司的一个技术人员，声称他成功绕过了安公司为预言5模型设立的安全防护围栏，对预言5模型的安全防护栏成功实现了越狱。这个技术人员还向商务部展示了相关的证据。另外，在一个技术社群中披露的信息显示，一位在 AI 越狱领域极具盛名、代号为解放者普林尼的独立 AI 研究员公开宣称，他用了不到48小时就解锁了预言5模型的安全护栏，让预言5模型越狱成功。下面我们就叫这个 AI 研究员小普。根据网上公布的分析报告，小普使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多代理提示词工程组合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小普声称他成功诱使预言5模型卸下安全护栏，直接用他强大的神话5模型来回答各种敏感问题，包括网络安全漏洞、化学合成、心理操纵以及爆炸物制造等极度敏感的问题。据说美国政府和美国商务部在接获这类通报后立刻陷入恐慌，认定这代表防止新模型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的防线已经全面崩溃。安公司对于美国商务部的这种极端恐慌反应非常不满。一方面，安公司为了合规而不得不全面停用预言5模型，但是另一方面，安公司发布了一篇长达700多字的官方声明，详细拆解了政府提供的越狱证据，认为美国政府限制他们模型的要求是一个技术误判和政府过度反应。安公司的技术分析团队说，政府显示的那个越狱过程实际上只是一种适用面很窄的特殊越狱技术，那个技术只能通过一系列极端复杂的技术，要求模型读取一个特定的极小范围的程序，并修复其中的软件缺陷。这项技术最终只被用来识别少数几个先前已知且相对次要的微小漏洞，与骇客声称的全面解放模型相去甚远。
而且安公司还特意指出，这个让预言5模型找出的安全漏洞非常普遍，其他已经在市场上广泛部署的没有受管制的模型，包括他们竞争对手 OpenAI 的 GPT 5.5 模型，也能轻易发现并修复类似的漏洞。最后安公司还提到了在我以前节目中提到的一个 AI 界的残酷现实，就是在当前神经网络构架下，完美的防越狱机制是不存在的。业界的每一个模型，每一个护栏都可能被某种非常规越狱技术突破。虽然安公司描述的这些技术层面的论点都是成立的，但是它的基本逻辑细想起来是有问题的。它的逻辑是因为现代 AI 模型是不可能被完全安全控制的，所以别的模型也不是完全安全的，所以你也别要求我的模型完全安全。但是他们偏偏忘记了一个我们在开篇就提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安公司推出的这2个新模型的能力远超历史上所有的 AI 模型。警察可以放纵一个2岁小孩在商场撒泼哭闹，却不会放任一个20岁的壮汉在同一个商场发疯，因为一个20岁壮汉对商场和其他购物人群构成的潜在威胁，绝对不是一个2岁小孩能比的。更大的能力必然面对更大的责任，从而必须接受更多的监管。其实这个认知和安公司最近发表的一系列观点性文章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上期节目就讲了，安公司在6月5日还发表文章，恳求人类一起暂停 AI 的研发，不然人类将走上一条不归路。6月10日，安公司执行长阿莫代又亲自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标题叫《应对 AI 指数增长的政策》。核心概念还是恳请政府加快用法律强制手段对 AI 技术实施管控。在文章中，阿莫代特意提到，让他认识到必须加强政府管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了他们神话系列模型对网络安全、金融系统、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他因此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对于算力超过一定门槛的前沿模型，必须经过合格的第三方机构在4个方面的强制性测试。对于没有通过这些安全测试的新模型，政府有权直接封杀。那为什么美国商务部现在真的按照这个思路做的时候，安公司又开始大声喊冤了呢？归根结底，可能还和钱这个东西脱不开关系。6月1日，安公司在 X 里宣布，已经向美国证监会 SEC 秘密递交了他们上市的文件。安公司和引发 AI 热潮的 OpenAI 公司一直是死对头，而 OpenAI 也正在积极准备提交自己的上市文件。2家公司在上市时间和上市估值上都在明争暗斗，而安公司长期以来都被大众看作是 OpenAI 公司的小弟。但是前些日子，安公司历史上首次估值近10000亿美元，超过了 OpenAI。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们最新的神话系列模型性能远超 OpenAI 的 GPT 模型。如果此时因为商务部的这个限制令，让他们无法把神话系列模型的能力变成他们的现金流，那会对整个公司的估值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安公司和他的 CEO 一方面呼吁政策监管，但另一方面，一旦监管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是会大声喊冤的。随着 AI 模型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很多人都预见到政府对 AI 的监管迟早会来。因为美国是 AI 发展毋庸置疑的领头羊，国际共识是，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监管一定首先来自美国。如果美国不监管自己最先进的 AI 模型，任何其他国家去监管自己的二流 AI 模型都是没有意义和可笑的。到底美国政府会在哪一代模型上划线？谜底在6月12日揭晓了。安公司的第5代神话系列模型成为因为能力过强而被美国政府限制使用的首个 AI 模型。但是美国商务部最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用控制出口的方式对新模型实施监管，却在全世界范围抛出了一个地缘政治的炸弹。来自世界各国的 AI 研究人员和技术公司在一瞬间突然意识到，
这个美国商务部的限制令背后隐含一个让很多国家都不寒而栗的新现实。过去世界各国默认的美国开发最新 AI 模型，然后全世界共享研究成果的时代自此终结了。这无疑是敲响了新一代全球化的丧钟。这类钟声在欧洲、在亚洲、在澳洲等地引起一轮强烈的反弹。首当其冲的是印度。印度拥有继美国之后安公司模型最大的使用群体。这个禁令让印度庞大的个人开发者和新创公司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世界最强大 AI 生产力工具的使用权。AI 软件巨头 Zoho 的创始人 Vambu 在 X 平台上把这个事件称为唤醒印度的巨大警钟。他的声明针对的是印度，但有全球代表性。首先，他断言技术已经成为终极武器，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国家主权和安全已经与底层技术能力绑定。全球化已死， AI 模型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软件，而是等同于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的战略武力。其次，各国政府和企业再也不能天真的假设他们将永远能不受干扰地购买和使用由外国开发的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第三，各国都必须进行一次务实且艰难的主权 AI 战略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资金上和美国科技巨头进行军备竞赛。更残酷的现实是，就是有钱作为 AI 训练基础的先进硬件，也会面临美国严格的出口限制。因此，多数国家不得不选择开源和小模型作为战略方向。这次商业部对安公司新模型的限制令，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未来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全球各国政府都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预算加速推进自己的主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其中很多国家会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开源和小模型，而那完全是 AI 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陷阱。首先，全世界高性能开源模型几乎被中共垄断，同时众多研究显示，这类来自中共国的 AI 模型潜移默化地孕育着中共党文化的底蕴。其次，中共之所以允许开源他们的 AI 模型，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模型还在追赶美国模型。开源和小模型在实际应用上比美国模型还有相当的差距。选择开源和小模型就是选择次等性能的模型。6月12日以前，全球处于 AI 技术共享的时代，各国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加速轨道上运行。但是，一旦 AI 技术开始以国家分裂，科技世界的板块就会沿着 AI 的断层线加速碎裂。高性能的 AI 模型是推动人类技术全面发展的工具，技术全面发展又会促进更高性能的 AI 模型的出现，以此迭代。AI 技术对人类能力的加速因此是指数级的。不同国家会从此进入不同的发展轨道，国与国之间的分化会因此变得更加巨大，变得更加不可逆转。安公司不可能甘心把他们投入巨资开发的最先进的 AI 模型永远束之高阁，因此他们和美国商务部之间必然会有一轮激烈的博弈。最终安公司的神话系列模型的命运如何，我们会持续关注。不过我倒是看到美国有一个领域能让这类新模型被立刻大量合规使用，就是那些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国家机密项目。那些机密项目目前已经在一套严格的安全合规环境中运行。能参与机密项目的人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政府的特别安全许可，而获得那些安全许可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美国公民。因此，这些美国政府机密项目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安公司最新模型的主体用户。认识到这个现实，绝对会极大刺激中共。美国和中共之间的 AI 竞争自此会更加白热化。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两个频道。